丹帝与非洲小哥正打网球呢，悟空与贝吉塔在时光屋进行了修炼，两个人停了下来，感受着自己强大无比的力量。悟空一直无法忘记莫纳卡，想与莫纳卡进行一番较量。贝吉塔告诉他：“你集中精神比赛吧。”比鲁斯竟然让更强的选手莫纳卡压轴，对方实力肯定非同一般。维斯拿着一个喇叭，还真像一个导游啊！他告诉了大家这次的行程，让大家进入这个方舟之中。没想到夹克也来了，还带了一个朋友。布尔玛说：“这是你的新女朋友吗？”夹克吼了布尔玛一声：“这是我们尊贵无比的银河王。”银河王感到很郁闷，他们怎么听到我的身份不惊讶呢？夹克告诉他，因为他们之前已经认识了界王神和破坏神这些大神了。悟空与贝吉塔出来了，布尔玛看到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，这是什么造型啊？荒野求生吗？胡子拉碴的。布尔玛让他们赶紧去洗澡，所有人跟过年一样开心，有说有笑的，大家都准备好了。维斯带着方舟出发了，经过宇宙美丽的风景，终于来到了破坏神星球。所有人都激动地看着破坏神星球的一切。维斯告诉大家，拍照可以，但是不能上传到网上哦。比鲁斯带着莫纳卡走了过来，悟空观察着莫纳卡，问道：“你是莫纳卡吗？”比鲁斯告诉悟空：“这是本队王牌，不是你随便可以搭讪的。”而悟空完全无视比鲁斯的警告，继续问着莫纳卡的名字是什么意思。莫纳卡告诉他是巨大的乳头的意思。悟空惊讶地往下一看，果然很突出啊。莫纳卡还解释道：“因为我的乳头比较大，所以叫莫纳卡。”悟空尴尬地笑了起来。比克与贝吉塔怀疑地看着莫纳卡。悟空说：“跟我切磋一下吧。”比鲁斯一把将悟空推开了，说什么不让悟空碰莫纳卡。悟空嘴上答应着，走着走着一拳朝莫纳卡打了过去。这一拳下去，将莫纳卡的脸捶了一个坑，痛得莫纳卡眼角都流出了眼泪。比鲁斯上来给了悟空一巴掌，悟空赶紧道歉。琪琪也太有心了，还带着烤炉，大家一路吃着美食来到了无名星。映入眼帘的超级龙珠让大家震惊了，令人难以置信。紧接着来到了格斗场地，比鲁斯质问相帕：“你从我的宇宙偷了几颗龙珠吧？”相帕不承认。布尔玛说：“第6和第7宇宙总共才有7颗。”相帕吓了一跳：“你们是怎么知道的？”比鲁斯说：“看在我们是兄弟的份上，不跟你计较了。”比鲁斯嫌座位太难受，让维斯重新布置了一番。大家准备前往待赛区，两位界王神也来了。悟空与他们聊了一会儿，也去了待赛区。悟空他们看着第6宇宙的选手，一个个真够奇葩的。比鲁斯忽然又发飙了，马上要开始比赛了，布欧竟然睡着了。布欧是一旦睡着就醒不过来啊！大家通过划拳决定了出场的顺序，第一个出场的是孙悟空，第6宇宙的是一个大肥熊。两位破坏神同时敲锣，格斗比赛正式开始了。比赛正式开始了，悟空作为第一个出场的选手，与之对战的是一头大笨熊。大笨熊身材看似臃肿，但是异常灵活，像一个皮球一样跳上跳下的，猛地一跳弹到了半空中，利用身体重重地砸向悟空。悟空一把闪躲开，又接着朝悟空袭来，速度移动飞快，悟空躲闪不及，一下被撞飞了，差一点掉出场外。大笨熊并没有乘胜追击，摆了摆手给悟空说：“你过来啊！”相帕得意非凡，以为胜券在握了，但是悟空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由于在路上烤肉吃多了，消化不良，把主持人都整呆了，惹得观众也是哈哈大笑。大笨熊说：“那我给你消化一下。”说完就朝悟空发出了嘴炮。悟空在大炮的轰炸下跑了起来，然后一个转身就来到了他的身后，朝他发了一个龟派气功。比鲁斯开心的以为赢了，没想到大笨熊毫发无损。大笨熊又摆了摆手：“你再过来啊！”悟空一个飞身朝他肚子上不停的攻击，但是拳头犹如打在水面上一般，力量全部都被化解了。这下难办了，任凭悟空如何打击，他都是毫发无损。悟空灵机一动，抱起了大笨熊的大腿，直接将他掀翻在地，然后拖着他往前走。悟空用力一个背摔，将大笨熊给丢出去了。大家都是一副难以置信的小眼神。长得像布欧一样的主持人宣布第7宇宙选手胜出。这下比鲁斯开心了，而相帕却不高兴了，埋怨悟空在他面前隐藏实力。相帕一副小孩子耍无赖的表现，恼羞成怒的他要求重新比赛。比鲁斯怎么能允许他耍无赖，与他吵了起来。相帕见吵不过，直接躺在地上撒泼。巴多斯告诉他：“没关系的，我们还有4位选手。”下面出场的选手和弗利萨除了颜色不同，简直一模一样。大家都看着第6宇宙的弗利萨，难道他也是非常邪恶的人吗？他慢慢朝悟空走来，打了声招呼，还和悟空握了手，并且还非常客气地说：“希望和大家成为朋友。”难道第6宇宙的弗利萨是个好人？悟空与弗罗斯特的较量开始了，只见他一个独龙钻将悟空摔倒在地。悟空站起来说：“我们宇宙也有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，他会变身，你应该也会变身吧？”说完，弗罗斯特就开始变身。变身后的他长得真是丑的一逼啊，相帕都惊讶了，他竟然还会变身。弗罗斯特问起了第7宇宙的他现在怎么样了。悟空说：“嘿嘿，你最好还是别问了。”两个人接着开始了激烈打斗。主持人开始播报：弗罗斯特是第6宇宙的和平精英，曾经获得了3次诺贝尔和平奖。相帕听到都被感动了，相帕答应他赢了会给他支援。悟空的常态打斗有些吃力，变身成了超级赛亚人。
而弗罗斯特也变身成了终极形态。变身后的两个人再次展开了战斗，弗罗斯特不敌悟空，被打倒在地，但是为了获得相帕的支援，再次向悟空攻击。而这一拳下去，悟空有些站不住了，两眼红花，弗罗斯特一脚将悟空踹了出去。所有人都惊讶了，不敢相信这发生的一切。悟空躺在地上不省人事，弗罗斯特累得气喘吁吁，时间犹如停止了一般，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过，悟空竟然输给了一个二流。将手偷偷的抬了上去，比克正打算使出自己的必杀技，顿时眼前模糊了，看什么都是晕晕的。弗罗斯特突然来到了比克面前，朝比克胸部打了过去，比克的胸腔都被打穿了，倒下的比克失手将坚固无比的巨蛋都击穿了。主持人宣布弗罗斯特胜出。夹克看出了问题所在，提出了抗议，要求检查他的右手。悟空还说他不是那样的人。此时贝吉塔也要求检查他的右手。主持人在他四周观察了一番，看到他的右手果然有东西，用手指轻轻的一碰，慢悠悠的晕倒了。所有人都惊呆了，而弗罗斯特说这是我身体的一部分。主持人站起来说他违规，取消了比赛资格，比克胜出。巴朵斯告诉大家，这才是他真实面目，邪恶、巧取豪夺，利用自己挑起的战争，在平息战争获得巨大收益。这家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蛋。相帕说他让第六宇宙蒙羞，正准备消灭他。巴朵斯阻止了相帕，说道他为我们赢得胜利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而贝吉塔换了比克上场，要好好教训下这个讨厌的家伙。败军之将惭愧难当。比克回到了休息区，告诫贝吉塔要当心，但是贝吉塔似乎完全没有理会。弗罗斯特现在的嘴脸与弗利萨简直一模一样，他邪恶地说道：你以为不让我用毒刺我就没有办法了吗？卑鄙的手段才是我最大的武器。他再次亮出了毒刺，毒液落在地面，地面都烧起了浓烟，把主持人吓到了，警告他再用直接发出场外。而贝吉塔说他不介意，两位破坏神也默许了他的行为。弗罗斯特更大胆了，说道：如果将对方杀死了，那将如何裁决呢？大家都吃惊了，难道这家伙想谋害性命不成？格斗开始了，一向爽快直接的贝吉塔不给他废话，直接变身超级赛亚人。弗罗斯特嘴里还碎碎念着，鲜血淋漓的表演开始了。贝吉塔瞬间来到了他面前，你这个垃圾，消失吧！一拳把弗罗斯特打飞了，巨蛋都撞坏了，重重的落到了场外，晕倒了。主持人摸了一下，他还有气息，宣布贝吉塔获胜。这次大家解气了。比鲁斯检查着悟空的身体，找他被毒刺刺中的证据，在悟空的手心中发现了针孔。比鲁斯大声告诉相帕，悟空可以恢复比赛了。相帕不屑地说道：随你的便。悟空也开心了，说我排在莫纳卡后面嘛。比鲁斯愣了，那不行，最强的高手必须压轴出场，气氛才能推向高潮。悟空说怕气氛还没起来呢，格斗比赛都结束了，感觉莫纳卡的气场好强大啊。维斯小声嘀咕道，他从第一次看到龟派气功就被吓傻了，到现在还没苏醒呢。比鲁斯赶紧打岔，悟空过去想与莫纳卡说句话，比鲁斯挡住了悟空。悟空打算碰一下莫纳卡，被比鲁斯一巴掌打飞了，告诉悟空莫纳卡正在进行精神合一，非常危险，你最好不要碰他。悟空被吓住了，不甘心的走了。比鲁斯总算松了一口气。相帕将比赛规则改了，在格斗场地上方加了一个屏障，只要碰到屏障就算输了。比鲁斯听到立马飞了过来，擅自更改规则，与他大吵了一架。两位破坏神是谁也不让谁，维斯提议让他们划拳，不愧是神啊，划拳都跟普通人不一样。巴朵斯注意到弗罗斯特溜了，原来这个家伙想偷偷的将奖品拿走。
这个方舟是个宝物，可以躲避任何人的追捕。他正要偷走，希特走了过来，只见希特原地站着，并未动手，而弗罗斯特却被万箭穿身，完全懵逼的倒下了，划拳划的手都麻了。两个人也没分出个胜负。第6宇宙出场的选手是个机器人，他跳到了场地上，这大铁疙瘩也太沉了，场地都被翘起来了。贝吉塔完全没有将这个大铁疙瘩放在眼里。两位的格斗比赛开始了，金属人一顿猛攻之后，贝吉塔用脚朝他的头一顿猛踢，把他头踢进去了。他朝自己的头猛捶，然后用手使劲将头给拔了出来。这家伙又使出一招龙卷风，将贝吉塔逼到了屏障的角落处。没想到他停了下来，原来是不会飞啊！香帕为了他才将规则改了。他不断朝贝吉塔发出火焰，贝吉塔也气坏了，被你个大铁疙瘩逼成这样，变身成了超级赛亚人。悟空以为贝吉塔胜利在望，维斯提醒他情况不妙，只见贝吉塔是满头大汗。